第四题的地方呢，首先第一个，我们的重点先放在问句，好，所以大家都很习惯。其实解题流程并没有那么困难，它就只是一个顺序而已。还有你在对的程序做该做的事情。问句说，跟传统的行销策略相比，跟大部分传统的行销策略相比，有一种特殊的行销策略，就是那种横跨多个社群媒体哦，比如说脸书啦、Threads 哦，什么 IG 啦、抖音啦、小红书啦，对不对？哦，横跨多个社群媒体的行销策略的特别之处peculiarity 是什么？specialty 的地方，就是有特别的地方、不一样的地方、独特的地方。特别之处是这种新型的多媒体多个媒体平台的行销策略，他们需要什么东西？是填第一个空格。接下来他也有说，但是一间公司可以把这样的特色转换成优势，透过什么样的方式来转换成优势？我们发现一件事，就是在这个句子里面，它是填空，而且这个填空它不是像刚刚那个填空是独立的哦。像你看哦，来，我们刚刚有做到一题填空，这道题的填空是独立的，对不对？它是两个句子是情况各自独立，一个是没有比较不重要，另外一个是没有比较重要，它是两个独立的句子。但这个地方不对哦，你看我们现在做到的填空，它是一个完整的句子，有看到哈？它是一个要两个合在一起。他说，多媒体平台、多社群平台的行销策略的特色就是需要什么东西。好，然后呢，但是一个公司可以把这个特色转换成什么东西？有没有发现第二个句子里面的一部分 this feature 还要跟着前面走？像这种填空题，两个格子合成一个单一句子，两者互有依靠才能完成完整句的情况，我会强烈建议你直接一起做，分开做没有意义，因为他们不是独立的情境。那现在我们就知道了，总之就是要讲到多平台策略有什么独特之处，以及我们要怎么去善用优势，透过什么方式可以善用这个优势。那接下来我们来看选项的地方，选项很简单，很快的看过去。好，有一些是什么更频繁的更新，有一些是什么是更多的时间投入，然后有一些是什么，有一些是这个就是更多的资讯啊，我们很快的看过去。总而言之，就是一些时间呐、成本呐、或者是什么，或者是顾客的投放的那个 target 之类的。好，总而言之，看完这两个东西之后，我知道等一下的故事可能就是在讲媒体行销。而我会带入的角色有可能是顾客，那也有可能是媒体行销的这个执行者，就是小编。好，我们现在看文字。文字说，在各个社交平台上去做行销的一个特点是什么呢？特点就是他们需要去引起人们的注意力，所以呢，这种行销策略，他们的特点就是会需要每天去更新好几次小片的资讯。注意哦，它是每天都要更新，然后呢，每一次更新都很少，就很像你在看那种什么TVBS 的那个粉砖有没有？三立粉砖民视粉砖、中天粉砖那种新闻媒体粉砖都会打几个字，然后呢马上更新，然后附连接，然后一天更新10次、20次、30次，一个小时有五六八则讯息之类的大量的就是大片的少量讯息的轰炸。But the fragmentation of target audiences across different social media websites means this time commitment and a necessary marketing budget is often quite comparable. 但是呢，每个社交平台、每个社群平台的受众是不一样的，然后呢，就会导致说，其实时间上 often quite comparable。什么叫 comparable？可比，那是跟谁比？因为它前面是跟传统媒体相比，对吧？所以应该是跟传统媒体相比，这种方法所花的时间其实是差不多。就传统媒体可能量比较少，资讯量频率比较少，资讯量比较大。但是新媒体呢，就是刚刚讲这种多个社群媒体，虽然资讯量少，但是因为每个平台受众不一样，他要去想办法去投放，所以呢，他可能最后花的时间是差不多的这样子。再来，除此之外，不同的社群网站，他们会有不同的一些使用的界面，然后还会有一些不同的限制，比如说这个平台不能发新三色啦，这个平台发图会被降触及啊，然后这个平台要用特殊的工具才能发文啊，对不对？比如说脸书社团怎样啊，那个小红书怎么样，IG 怎么样，每个地方的规定都不一样，对吧？然而你只要能够理解这些差异，
然后理解说每个平台不同的观众群，你能够完全理解这些东西的话，你就可以有独特的优势、独特的机会去塑造你的讯息，然后去吸引每个独特的群体。所以看完整篇文章之后呢，我们重新来看这个问句哦。这时候问句就要非常仔细的去读。问句说，跟传统的行销模式相比，新行销模式的特点是什么？来注意哦，他要问的是差异点，他要问的不是只有新行销模式本身的特色，要问的是旧的没有跟它不一样的地方。OK，如果不是跟旧的不一样的地方，你就不能去选。然后再来差异点之外呢，有这个差异点之后，我们可以透过这个差异点创造什么样的优势，对吧？然后有什么样的方法可以创造出优势？那我们带入的角度是什么呢？带入的角度就是我们是媒体小编，我们本身就是这种碎片化，各个平台都要投放的媒体小编。然后呢，回去重新思考一下这篇文章里面哪里有讲到差异点。我是媒体小编，好，这边有讲到说，哎，我们做这种新的策略的特色就是什么？特色就是说我们会去大量的零碎的更新资讯，这个可能是我们的一个特点差异点，对不对？是我们一个独特的地方哦。然后呢，再来就是看上去好像需要的时间很少，我们看到它跟什么？它跟传统相比，可是呢，碎片化的资讯，各种平台都有不同的资讯，所以最后时间是什么？是差不多的。所以呢，时间是差不多，时间不是我们的差异点，差异点是资讯的碎片化，对不对？好，差异点是资讯的碎片化，资讯的频率，但是时间不是我们的差异点。那除此之外，不同的平台也会有不同的限制，好，不同的界面，所以界面跟限制也是差异点哦，界面跟限制也是差异点。但是透过什么？透过了解这些不同的限制，了解这些不同的受众，我们就可以去得到独特的机会，这是我们的优势。所以我们要怎么得到自己的优势？就是我们要去了解不同的讯息跟受众，对不对？所以现在回来看完之后呢，我们再回答这个问题：差异点是什么？来，开始用删去法。更频繁的更新是不是差异点？是。我们刚好看到，比起传统媒体，我们是用每天少量多次的资讯更新，是差异点。那时间用的更多，是不是差异点？不是。我们刚刚看到文章里面有讲，时间上用的跟传统媒体是差不多的，因为我们的碎片化，每个都要有不同的特色投放，所以最后用的时间跟传统媒体差不多。资讯量有没有比较大？我们可以发现，刚刚文章里面只是强调我们把资讯切的碎片化，可是并没有讲资讯量是多还是少，对吧？而且好像碎片化每个资讯的量其实是反而比较少，所以这个不是我们的特色。我们的特色是量比较少，资讯个别的量比较少，对吧？好，但总量有没有变多或变少，没有人跟我们讲。再来，跟传统的差异点有没有更精确的顾客投放？好像没有特别讲到传统有没有去精确顾客投放，只有讲到说传统的资讯跟新的资讯的差别是资讯的那个频率跟碎片而已，但好像没有文章没有特别讲到传统的资讯量，传统的方法有没有去 target 顾客，所以这个也不是我们会选的。再来，有讲到钱吗？好像完全没有讲到钱，对不对？没有讲到成本，所以第一个格子我们应该会选择的是 more frequent update。但是其实同一时间你也可以直接选第二个格子，为什么？因为你在文章看读的时候也有发现说，最后我讲到一个好处是，如果我们今天能够了解各个平台的差异，跟了解顾客的话，我们就可以去做到精准投放，对吧？所以呢，你其实同一时间也可以选到第二个格子是，我们能够透过精准投放来拿到优势。所以这个题目的答案会是第一个格子跟第四个格子。所以其实做这种题目哈，如果是填空题绑在一起里面的话，我就会建议你两个一起做。好，你就可以直接把自己放成是一个小编的角色，去想，我是小编的话，我在做的这个新媒体的任务，到底我们独一无二跟传统媒体不一样的特色是什么？然后呢，我们到底优势跟机会是什么？那你再回去重新看一下文章的资讯，就会很快的整理出来。我们的特色叫做碎片化、频繁更新。我们的时间成本好像是差不多，没什么优势。但是呢，我们如果能够掌握这个机会，我们就可以去快速投放到就是个别的客户。当你今天形塑成自己的一套想法，你把这个句子加上代入法绑起来，然后呢回去重看文章，有自己的一套想法，这个句子你其实甚至连不用看选项，你自己也可以听得出来。
这是我们追求做 CRT 的或者是 TPAT 的终极目的。今天最后一题，我们现在来看第一个问句的部分。问句的部分说，下面的 table 的2个栏位里面 ，P 跟 R 分别要选的是什么？是如果文章里面的 agency 它的宣布、它的公告，其实原本是要阻止大家去做 P 这件事情 ，discourage P， 但是却不经意的inadvertently 是什么意思？是意料之外的、无意中的意思。这个字inadvertently 却无意中的鼓励了 R。那么这2个情况结合在一起，可以去描述文章中所讲到的原则，然后你要各选一个。好，这个问句就有点水平了，对不对？就有点水准了。第一个，它是要我们去做填空，它很明显是要我们填空的是完整一句话，对不对？不是说2个各自独立的状况，是要绑在一句话。再来，这句话里面呢用的字就会比较有深度一点，有点抽象了，所以我们要重新思考一下。说等一下我们看到那个公告，它原本是要阻止 P 这个东西，但是呢却无意间去encourage 去鼓励了 R 这个东西。那这2个可以绑在一起，可以去描述文章里的状况。好，所以我们至少可以确定 P 这个东西应该是他不想要的，是这个组织不想要的。而 R 这个也是他原本不想要鼓励的。好，有没有看到他是无意间？意思是什么？他原本其实没有想要 R 这个东西，但是无意间却不小心鼓励到了 R， 却不小心促使了 R。所以 P 跟 R 这2个应该是这个 agency 他不想要的东西。你会发现我在每一道题目里面我都会强调问句细读、细读再细读，因为你问句一读错，你不管文章再怎么读对都没有意义，你的方向就是错了。我一定要告诉你怎么样去方向解题。他想要 discourage P， 就是 P 这件事不是他选的，不是他鼓励的，他不喜欢 P 这件事，无意间鼓励到了 R， 所以 R 这件事也是他不喜欢的。他原本没有要鼓励，只是他不小心鼓励到了 R 这件事，所以这2件事是他不喜欢做的事情。好，我们来看一下文章说什么。说根据一种特定版本的法则，什么样的法则呢？就是unintended consequences policies。就是非预期的结果，对吧？非预期的结果的法则。好，说那些政策，某些政策implemented to achieve certain ends， 被用来去达到某些目的的政策 often have the consequence of making it more difficult to achieve those ends， 反而会得到反效果，往往会导致这些目的更难达成。所以这个题目其实你知道，我放过最后一题，就是因为它其实在考验你的阅读能力。GMAT 里面特别难阅读的话，就是充满了抽象的文字，充满了抽象的词汇。这个句子我们就要把它拆解主词是 policies， 什么样的 policy？ 被实施的 policy， 被实施来去做达成特定目的的 policy。如果你有一个 policy， 你要达成特定的目的，这个 policy 往往会得到的结果是什么？这些目的更难达成。其实翻成中文就这么几个字啦，就是什么适得其反了，反而有反效果这样的概念。Suppose that a government agency， 假设有一间政府机关，它已经公布它的意图是什么？是想要去执行某一项现有的政策。执行什么政策呢？就是 communication 通讯这个字大家都理解吗？utilizing 是使用的意思，透过什么东西的意思？使用这个政府机关的官方的渠道或官方的设备来做的通讯，好，会被什么？会被监管，会被监视。意思就是什么？举个例子，你用公司的手机打电话，你会被公司监听；你用公司的电脑、公司的信箱送 email， 你会被公司的就是资管部门、资安部门查，就是会看你的 email。你用公司的电脑聊天，反正你用公司的任何的设备或公司任何的那个讯息渠道所接收跟发出的讯息，都会过公司的眼睛，就是这个意思。Communication 就是讯息通讯嘛，用公司的渠道或用公司的什么设备，就是我们刚刚讲的一些例子嘛，都会被公司监管。With employees to be investigated， 公司会去调查这些员工，员工会被调查。然后呢，有可能 potential 就是潜在的可能，有可能会被解雇，会被资遣。什么样的情况下被资遣？就是如果这些员工被发现他们怠忽职守或违规的话，违反公司规定或者是怠忽职守的话，
公司就会把他们开除。那现在我们来想哦，这篇文章里面所强调的这个，他举出的这个例子叫做，如果今天就是他说有一间公司，他就是直接表明了，从今天开始严格实施一个政策，公司的任何通讯设备或任何通信渠道 ，email 啊、电话啊、手机啊、叭叭叭叭之类的，你只要用到公司的通讯设备或渠道，你的讯息都会被我们看。如果我发现你有违规，或者是你有怠忽职守，你可能会被开除，会被处罚。那我们现在思考哦，我们要带入的角色是什么？其实有2种角色可以带。第一个，公司不希望什么东西发生，对吧？公司是做这件事是为了避免什么东西发生，我们要带入的角色是公司内部不希望做什么事。他做这个法令的目的是为了干嘛？对不对？第二个，要想到会无意间鼓励了什么，这就不是公司能控制的，不是公司能控制的，所以应该要换回来去想，被限制的员工会去做什么事情。所以这2个格子会分别是不同的带入哦。第一个是公司的意图，所以这个是确定带入公司没问题。公司去做这个法令，他到底为什么要做这件事？他想要干嘛？这个就不是公司能控制的，他是原本没有料想到的。所以这个地方你带入一般员工的角度会比较好。那我们来想哦，公司做这个法令到底它目的是什么？它的目的应该是可能要避免员工去用公司的东西去处理私事嘛，或者是用公司的东西去泄密嘛，就这2个方向。OK，为什么要阻止你用公司的电话、用公司的这个 email， 或者是用公司的东西？要跟你讲，我会监听、会监视，是因为我就是觉得公事就要公办，所以要么是怕你泄密，像台积电哦，这个晶片的设计的机密，你不能从公司的管道泄露出去，对不对？要么怕你泄密，要么是怕你什么公器私用嘛，这个就是我们带入公司角度的逻辑。我是一间公司，我为什么要去禁止员工？如果只是为了浪费，怕浪费电，那也太无聊了吧？对不对？一定是怕员工怎么样公器私用，或者是怕员工泄密才会做这样的事情。好，那再来，那如果今天我怕员工公器私用，或我怕员工泄密，我这样执行下去，有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们就换成员工来讲，如果你被公司限制，这种东西的话，你会有什么反应？可能有越多员工就想要离职，对吧？我与其待在这间跟园区一样的公司，跟 KK 园区一样的公司，我还不如直接离职，结果导致你的公司这个生产力的下降。或者是好啊，那这样，那我就不用公司的东西，我就直接用自己家里的东西就好了，对吧？我就上班，我之后传公司，我也不要用公司手机，反正都会被监听，我用私人手机就好了。所以我是身为员工的角度，我就会想这样的事情，就是要么我就直接离职，对吧？要么我就消极怠工哦，要么我就是什么，要么我就是好，那既然你要管我，那我就找个不会被你管的渠道之类的。好，用这些方向来想。好，那我们来看选项哦。首先，我们先从 P 这边开始看。好，P 是公司不希望达到的事情。我们刚刚讲了，不希望达到这2件事嘛，要么就是什么，要么就是我不希望公司泄密，要么就是我不希望员工公器私用。那我们看第一个，说 第一个选项叫做员工的不当行为的证据，有些时候是足够可靠，而导致他有纪律的处分。所以今天公司是不希望对员工纪律处分吗？好像不是吧？好像这件事情就是公事公办的概念，就是本来员工犯法就是应该要纪律处分。所以 P 这个，你注意哦，我们 P 这边需要选的是公司不希望的事情哦。哦，公司不爱的事情。那 A 选项说是什么？说员工被抓到有不正当的行为，就要受纪律处分。那这不就是公司应该要做的事吗？就是公事公办嘛。所以第一个选项绝对不是我们要选的东西。我把它移到下一个地方来看。所以第一个选项不是我们要选的哦，因为这个就是公事公办，公司就应该要这样做，对不对？如果我是公司主管的话，你员工被抓到的事就应该要开除，怎么会是我 discourage 这件事情？那 B 选项说什么？员工进行公司业务的时候呢，进行公司业务的时候，常常会用私人的电话，这是我不希望的事情，对不对？我怕泄密的，对吧？我怕泄密，所以我不希望你用私人的电话，所以这个我会保留起来。第三个呢，对员工的不正当行为的调查会一直开放，OK，直到获得什么确切的证据为止。这个应该也是我公司希望做的事情嘛，我希望持续调查有没有员工违法嘛，对不对？所以这个跟 A 选项的逻辑是一样的，就是都是错的，因为这些都是保护我们公司的利益，是我们应该做的事情。D 选项说，员工花了大笔的时间在工作上来上社群网站、上脸书啊，或者是做一些工作无关的事情，这也是我公司不希望发生的事情，所以我也会保留起来。E 选项说什么？员工减少他们花在那些杂事
就是跟工作无关事情上的事情，这是我希望达到的事情。我希望员工能够不要给我打混摸鱼嘛，所以这个选项也不是我不希望达到的事情。现在剩2个选项，要怎么去筛选呢？很简单，我们来思考一下，这个 announce 这个公司的政策是为了要去阻止员工做这件事，他用的政策是要阻止员工做事，他的政策是什么？他的政策叫做你用公司的东西都要被监管，你用公司的电脑、公司的手机都要被监管。我是为了让你干嘛呢？是为了让你用私人的手机吗？应该不是吧，对不对？是为了让你不要用私人的手机吗？不是吧？如果我说用公司的东西更容易被监管，如果我说用公司的东西都要被监管，我怎么可能会阻止？怎么可能会去 discourage 这件事呢？这不是反而更鼓励你不要用公司用私人的吗？所以答案不会是第2个，所以答案只有可能是第4个，就是什么？就是我禁止你用公司的东西哦。我说，因为你用公司的东西会被监管，是因为我想要禁止你去做一些打混摸鱼的事情。所以第1个格子答案是第4个。可是你现在也可以慢慢感觉出来，这时候如果今天 talk 在第4个，我们再回来带入员工的想法，你禁止我用公司的东西，你说我会用要不是禁止，你说用公司的东西会被监管，那很好，那我就不要用，我就用私人就好了。所以这个时候第2个格子也可以顺理成章的选出来，答案是第1个答案。我们来做个整体的中立的整理哦。TPA 其实它就是一个稍微复杂一点的游戏，但这个游戏的本质跟传统的 CR 跟 RC 不太一样。TPA 的游戏是在于如何去筛选资讯，如何去做到就是正常的逻辑决策。这个正常逻辑决策指的是带入现实生活中的角色，你会做出的决策。所以不要再把自己当做一个旁观者的角度，当做一个漠不关己的第三者的角度去思考。你看我们刚刚所有的这5道题，我们都遵守哪几个原则？来，我们现在回来看一下一开始讲的原则。我们刚刚讲的都遵守的原则是先读问句，然后呢，确定这是跟 CR 或 RC 的什么削弱题、加强题、填空题相关，对不对？然后呢，我们会去看文章，看完文章之后，我们还会去主动重新读一次问句，去确定问句要问我们的方向，要问我们的细节，要问我们的态度，要怎么去带入我们自己的立场去转换。然后呢，去观察说到底今天是要一起做还是分开做。其实大部分的题目都是分开做啦，只有少部分题目会一起做这样子。然后我们最后都是用代入法去做筛选，对吧？好，所以各位今天可以看到完整的这个就是我们的解题流程。